第161章人工梦游。劳伦斯坐在咖啡馆的隔间里，难以遏制地想起了亚伯拉罕家族这些年来的苦难。自从分拆为小家庭，散居于各地后，长老会对家族成员的掌控度就降到了最低点。大量的亚伯拉罕为了规避诅咒带来的影响，不愿意去晋升，始终保持在序列8或序列9，甚至根本不尝试成为非凡者，只想作为有一定知识、一定财富的普通人，平静美好的度过一生。长老会认为这是忘记了家族荣耀的行为，但却没办法严格处理，因为那等于自我灭绝。在这样的处境里，亚伯拉罕家族的上层涌现出变革的思潮，他们模仿生命学派的师徒传承制，培养起非家族成员，希望他们晋升高序列后，能反过来帮助亚伯拉罕们解决那存在了1500-1600年的诅咒，并找回在四皇之战里失踪的先祖伯特利亚伯拉罕。这个计划最开始进行得非常顺利，不需要担心诅咒问题的学徒们在亚伯拉罕家族的精心培养之下，飞快变强，不断晋升。短短10年内，他们中间就有了好几位序列5的强者，而亚伯拉罕家族的直系非凡者里，一个序列6都没有。主干太弱，枝桠太强，悲剧的种子就此埋下。弟子中的野心家们将目光投向了亚伯拉罕家族拥有的那几件强力封印物，他们的图谋失败了，但也带来了严重的后遗症。所有非家族成员的序列6和序列5非凡者都认为他们在亚伯拉罕家族内部的地位与本身的实力不匹配，而且不被信任，无法获得某些封印物的操纵权。来回拉锯、艰苦谈判、互相妥协的过程里，意外发生了。其中一位叫做布提斯的序列5旅行家被真实造物主诱惑，加入了极光会，引来了一场可怕的灾难。这场灾难里，亚伯拉罕家族的上层近乎全灭，本就不多的强力封印物丢失过半，只剩下3件，劳伦斯的同母兄弟理查德就因此而身亡。布提斯则得到极大的好处，不仅搜集起了需要的非凡材料，而且在真实造物主帮助下，成功战胜险阻，踏入半神序列，成为极光会5大圣者之一的秘制圣者。灾难之后，重建的亚伯拉罕家族长老会反省了过去多年的行为，却又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消极、颓丧、绝望等情绪笼罩在了所剩不多的家族成员心里。劳伦斯不愿意置身这样的环境，不愿意每天面对叹气声和压抑的气氛，找了个理由离开长老会所在，前来贝克兰德寻觅另一个同母兄弟劳勃罗和异母兄弟萨姆。现在他忽然发现自己父亲这一支好像只剩下自己，而他本身已年近80，所有孩子都死在了布提斯带来的那场灾难中。光是回想这些，他就悲从中来，无可断绝。最让他痛苦的是，看不到报仇的希望，看不到家族荣耀重现的曙光。我已经很老迈，而且之前又受到创伤，非必要都不敢使用非凡能力了，那会带来失控或者让诅咒降临。亚伯拉罕家族的未来究竟在哪里？劳伦斯端起费尔莫咖啡喝了一口，陷入了长久的沉默。回到租住的房屋内，福尔斯立刻进入卧室，反锁住了木门。他坐至床沿，调整了下状态，低声诵念起那个代表着希望和未来的尊名。不属于这个时代的愚者啊，您是灰雾之上的神秘主宰，您是执掌好运的黄黑之王，我想向您祷告，陈述我今天遭遇的事情。我遇上了那位让我成为学徒的老太太的丈夫的兄长，他疑似某个家族的成员。我隐瞒了与神秘领域相关的事情，但我担心他拥有极强的占卜能力，可以找出完整的真相。这个时候，克莱恩正好在灰雾之上，他看见代表魔术师的深红星辰往外膨胀，荡起阵阵涟漪，听到层层叠叠的气球声不断扩散。弄清楚具体的细节后，克莱恩手指轻敲古老长舟边缘，无声自语道：很谨慎嘛，知道向愚者求助，而且你的猜测没错。学徒对应的序列7叫做占星人，最近苦读秘密之书的他迅速就制定了一个方案，可以通过仪式帮助对方干扰占卜的方案。不得不说，晋升序列7并有了秘密之书后，我在灰雾之上越来越像真正的神灵了。当然，暂时还只是个空壳。说起来，我在正义小姐倒吊人先生他们面前也算表演过很多次，完美蒙蔽了他们，为什么始终没有相应的灵性反馈？魔药的进度也没有随之变快，难道必须是在现实世界？也可能是他们这些观众的喝彩被灰雾隔断了，没法直接影响我，就像永恒烈阳和真实造物主难以穿透灰雾，找到这片神秘空间一样。这么看来，
灰雾和这片神秘空间的反应很机械啊，不够灵动，缺乏智慧。不过对我来说，这其实是一件好事。思绪纷呈间，克莱恩将相应的知识具现为古旧的羊皮纸，投入了象征魔术师的那颗深红星辰。福尔斯眼前忽然弥漫起无边无际的灰白雾气，而高空则降下了一张虚幻的黄褐色羊皮纸。他看见了上面书写有知识，心中豁然安定。有愚者先生出手，那位叫做劳伦斯的先生肯定没法在占卜里获得正确的启示。福尔斯诚挚地表示了感谢，忙碌着准备起仪式。他见过不少邪灵害人的事情，对愚者其实并不是那么信任，但满月诅咒让他只能依赖对方，再差也就是失去生命而已。没有愚者先生的帮助，上次血月的时候我已经失控为怪物了。我每活一天就多赚一天，这都是愚者先生的赐予，他什么时候想收回去都可以。最好还是不要收回去。福尔斯吸了口气，点燃了象征愚者的那2根蜡烛。这个仪式初期的步骤与他之前掌握的那些没什么区别，直到蜡烛被点燃，精油、纯露、草药粉末等物品被投入火中，等到清幽空灵的香味弥漫于房间，淡薄虚幻的雾气笼罩了整个祭坛。福尔斯按照那张羊皮纸上记载的内容，飞快调整身心，进入冥想，默念起愚者对应的尊名，一遍又一遍。这样单调重复的行为，让本就因观想而平心静气、安宁自如的福尔斯慢慢进入了一种心智沉睡而灵性发散的状态，整个人既浑浑噩噩，又保持着奇特的清醒，只觉精神正飘飘荡荡，不断往上。这和借助外物达成的密契过程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但在许多地方又有所不同。这属于通灵术的一种技巧，用于沟通层次较高之灵，到了极致，甚至可以让非凡者在保留奇特清醒的前提下，精神漫游灵界。某些擅长影响心灵的非凡者则称它为人工梦游，他们可以借助催眠等技巧，让普通人也进入这种状态。那样一来，普通人看似沉睡，却能回答问题；看似闭着眼睛、闭着嘴巴，却能发现周围存在的各种灵体，并完成一定程度的沟通。克莱恩之所以不让福尔斯采用密契仪式，是因为那样只能给予知识、给予净化或者侵蚀等直接作用的效果，让对方的精神获得奇妙的体验，无法做到干扰另外一个人占卜等事情。简单来说就是，密契仪式直接影响目标本身的精神体、心灵体、心智体、以太体，与此相关的正面或负面状态随之被清除。人工梦游下的仪式，则可以让克莱恩做一些间接的事情，以此应对来源于外界的侵扰。迷迷糊糊间，福尔斯只觉自己飘荡回了灰雾之上那座巍峨古老的宫殿，看见了高踞于上首、俯视着一切的愚者先生。克莱恩望着深红星光勾勒出的魔术师虚影，不慌不忙拿起了刚才从角落杂物堆里找出来的一张纸人。作为一名晋升了2次的占卜家，他有不少办法干扰别人占卜，无需借助神奇物品帮忙。此时，受仪式影响，灰雾之上的神秘空间有了轻微晃动，些许力量因被撬动而流淌。克莱恩左手按住青铜长桌表面的黑皇帝牌，让它与自身灵体相连，带来了位格的提高，就像以前用扬言符咒和阿兹克铜哨监视灵体，提升层次一样。紧接着，他右手腕部一抖，将那张纸人丢了出去。那纸人豁然变大，背后长出了12对纸张裁剪出的黑色天使翅膀，羽毛栩栩如生。这纸张天使飞快穿透深红光芒，与魔术师的虚幻身影重叠在了一起。无声无息间，它燃烧了起来，彻底消失不见。半梦半醒的福尔斯则仿佛看见了一位威严庄重的天使，看见对方用许多对漆黑的羽翼一层又一层的包裹住自己。不知过了多久，福尔斯突然从人工梦游的状态里清醒，眼前只有3根蜡烛静静燃烧的祭坛和弥漫于整个房间的幽雾，鼻端则是那熟悉的清幽空灵香味。天使，福尔斯怔怔出神，一时竟忘记了结束仪式。第162章，邪神的骚操作。1、2、3、4、5，好像有12对翅膀的样子。按照各大教会典籍的描述，这是最高阶的天使。福尔斯努力回忆着半梦半醒间看到的画面，又震惊又不是那么震惊，就像遭遇了一件自身认为理所当然但之前始终未能碰上的惊世骇俗之事。愚者先生有天使侍奉，并不让人惊讶，从正义小姐到吊人先生偶尔用它来代指，就可以想象得到，从他能够隔绝满月一语的影响，就可以推测得到，
可是我的请求仅仅是干扰一下劳伦斯先生的占卜，他竟然直接让天使庇佑我，这太奢侈了吧？或者对他来说，这是常规操作。还有一个问题，天使翅膀上的羽毛为什么是黑色的？这表示堕落还是死亡？愚者先生的真实身份究竟是什么？是哪位伟大的存在？传闻里陨落于苍白年代的那位死神，他要通过塔罗聚会复活自身。福尔斯忽然吸了口气，完全不再担心那位叫做劳伦斯的先生会借助占卜发现自己有问题。他想着自己已经加入塔罗会，苦笑了一下，无声低语道：只能像罗塞尔大帝说的那样，走一步看一步。收敛住思绪，福尔斯再次谦卑地感谢了愚者先生，然后按照仪式的正常流程熄灭了那3根蜡烛的火焰，处理起摆满各种物品的祭坛。会晤之上，克莱恩暂时将亚伯拉罕家族的事情抛到了脑后。根据原本的计划，他具现出纸笔，书写下一段占卜语句。黛西目前的处境放好钢笔，克莱恩将黛西的单词册和写有占卜语句的纸张叠在了一起，握于左手。然后他便靠住椅背，进入冥想状态，边默念起黛西目前的处境，一遍又一遍。足足7遍之后，克莱恩睡了过去，眼前先是漆黑泛红，继而浮现灰蒙，一幅幅画面随之闪现，有的连贯，有的跳跃，有的前后毫无逻辑。克莱恩看见江西女工利弗的小女儿，那位被蒸汽屡次烫伤却还是坚持着熨烫衣物的13、14岁女孩，被一个穿厚重夹克、戴灰黑鸭舌帽的男子从后面用手帕捂住了嘴巴，强行拖入了偏僻巷子的岔路。另一个做同样打扮的男子拿出他的双腿，与同伴一块将他抬了起来，走得飞快。他们前行的目标是巷子外停着的那辆马车。整个过程不到2分钟就结束。等黛西的姐姐弗莱亚反身寻找到这里的时候，马车已然驶离。马车之中，浑浑噩噩的黛西被一把冰冷锐利的匕首抵住了脸蛋，耳畔是肮脏的恐吓话语。马车驶入了卡平那栋豪华别墅，黛西置身于了一个狭小黑暗的房间内，外面时不时回荡起女性的哭喊声、惨叫声和咒骂声。黛西清醒了过来，大声的呼救，却被人开门一脚踹翻，疼得站不起来。她流下了眼泪，不断低喊着妈妈、弗莱亚等单词。克莱恩睁开眼睛，发现握于左掌的纸张不知什么时候被自己捏得紧皱成了一团。他已然确定卡平就是许多起少女失踪案的主导者，确定他是一个犯罪集团的老大，但问题在于，这种案子不该也不可能牵涉到太强的非凡力量，顶多有几个贪求钱财的序列7或者序列8、序列9帮忙，不会让克莱恩刚靠近别墅就通过灵性直觉感受到强烈的危险。难道卡平本身是一位序列6甚至序列5的非凡者？可这个层次的非凡者想要赚钱并不困难，完全没必要再做这种肮脏又繁琐的事情，直接把各个黑帮找来，一个个收保护费，都比这简单轻松，还不会脏了自己的手。难道卡平贩卖人口这件事情还隐藏着什么图谋？克莱恩边思索边借助灰雾的力量，将黛西的单词册还原得平平整整。静默几秒后，他再次具现出一张羊皮纸，书写下新的占卜语句。拯救黛西是危险的事情，仔细看了2遍。克莱恩取下左手腕部的灵摆，让黄水晶吊坠垂落于纸面，近乎接触到那行单词。平心静气了几秒，他闭上眼睛，默念起刚才书写的占卜语句。等到声音停止，克莱恩睁开双眸，看向了左手持握的灵摆。那黄水晶吊坠正在做顺时针转动，速度颇快，幅度颇大，这表示肯定，表示拯救黛西是一件相当危险的事情，但也不是完全绝望，还存在不小的可能，不小的机会，只要能把握得住。克莱恩解读着灵摆法给予的启示，他后靠住椅背，闭了闭眼睛，自嘲一笑道：不是在寻找主动表演的机会吗？这就是作为一名魔术师，终究还是要挑战一点高难度的事情，否则应该叫戏法大师，而不是魔术师。完成看似不可能的事情，哪怕结果是虚假的，这才是我心里的魔术师形象。至于是不是守则之一，有待确认。克莱恩手指轻敲着古老长桌的边缘，迅速做出了决定。拯救黛西，对付卡平这件事情对他而言，目前最困难的是完全不了解对方，不知道那栋别墅内究竟有几位非凡者，分别属于哪条途径哪个序列，这就让克莱恩没法做针对性的准备。
而对魔术师来说，第一条守则就是不做无准备的表演。许多看起来即兴的表演，其实也是有着一定准备的，比如长久的手法练习，比如对引开注意力的深入掌握。以卷者的名义，让正义小姐帮忙打听卡瓶的背景，克莱恩认真考虑起解决问题的办法，但他又迅速否定了这个思路。不，这得不到详细的资料。卡瓶虽然是和许多大人物有牵扯的富豪，但始终上不了台面。正义小姐顶多能打听到他和哪些贵族、哪些议员、哪些政府雇员关系匪浅，却无法弄清楚他别墅内有几位非凡者，布置了什么陷阱，格局怎么样。顺着这些关系、这些线索，正义小姐或许可以用几周的时间打听清楚我想知道的事情，但这太缓慢了。救人就像救火，一耽搁就会发生惨剧。克莱恩的目光扫过青铜长桌的表面，扫过堆放杂物的角落，心中渐渐有了成型的想法。一方面让魔术师小姐和她的朋友修小姐调查卡瓶的背景，弄清楚她和哪些非凡者有牵扯，他们在东区，在许多黑帮，在不少非凡者圈子里拥有不错的人脉。另外一方面，我自己动手，从卡瓶别墅里出来的仆人或者保镖那里得到想要的信息，用通灵的方式敲定了计划。克莱恩没急着让魔术师小姐帮忙，决定先自己试一试，这样才能有针对性的让她打探某些事情。瞬息之间，他的身影消失在了灰雾之上的巍峨宫殿内。午餐之后，一个戴灰黑鸭舌帽、穿厚棉外套的男子小心翼翼地从卡瓶别墅的后门离开，一路走到十字路口，上了一辆出租马车。东区，他摸着脸上暗红的胎记，吩咐着车夫。马车开始行驶，这男子无聊地望着窗外，欣赏街上一群漂亮的女士和小姐。要是能绑走他们就好了。这男子浮想联翩，露出遗憾的表情。远离艾瑞斯街后，他忽然打了个哆嗦，双眼变得略显痴呆。他敲了敲箱壁，对车夫道：“停下来，我忘了件事情，就到这里。”车夫不敢斥责这凶恶的男子，甚至连嘟囔都没有，就将马车停于街边，任由他下车。付了6便士车资后，那男子倒退几十米，进入了一间廉价旅馆，无需身份证明，他掏钱开了个房间。进入之后，他只是虚掩住房门，并未锁上。随即，这男子面无表情地坐到床沿，身上忽然分离出了一道透明虚幻的身影，这正是做工人打扮的克莱恩。他用自己召唤自己的方式，化身为灵体，附于这个男子身上，让他自己走到了方便通灵的地方。弄晕那名男子后，灵体状的克莱恩消失在了房间内。没过多久，房门被推开，血肉凝实的他重新走了进来，用灵性之墙封锁住这里。克莱恩快速布置起通灵仪式，让安曼达纯露灵之眼药水空幽迷人的味道飘荡于四周。做好准备，他正要开始通灵，忽然咦了一声，停下了动作。他发现昏迷于床上的那个男子的灵体有受到神秘的未知的限制。自己如果强行通灵，虽然大概率能成功，但却会触动印记，让某位非凡者察觉，这就会打草惊蛇。很奇怪的非凡能力，很谨慎，很小心。卡瓶涉及的事情真的不简单啊！克莱恩踱了几步，眉头微微皱起。他看了那个昏迷的男子一眼，忽然嘿了一声：“你以为这样就能难住我？”他迅速中断通灵仪式，再次自己召唤自己，自己响应自己。几秒之后，灵体状的他从蜡烛火光里飞了出来，又一次漂浮于这个房间内。没有任何犹豫，灵体状的克莱恩猛然上前，附身于了那个昏迷的男子。男子豁然翻身坐起，睁开了眼睛，神情颇为呆滞。他站直身体，一步步走至祭坛前方，然后低声诵念道：“不属于这个时代的愚者啊！您是灰雾之上的神秘主宰，您是执掌好运的黄黑之王。”第163章，赫拉斯先生。弥漫着安曼达纯露和灵之眼药水空幽香味的房间内，卡瓶的手下被附体的克莱恩操纵着，不断诵念起愚者的尊名。单调却有节律的低语声中，让人注意力难以集中的香味里，那个男子的精神体逐渐发散，整个人变得浑浑噩噩，但又保持着某种程度的奇特清醒，就像在进行自我催眠。他在灵体形态的克莱恩帮助下，在诵念愚者尊名带来的反馈影响下，一点点进入了人工梦游的状态，心灵体靠近了无穷高处那片灰雾，靠近了灰雾之上的神秘所在。克莱恩抓住这个机会，结束召唤，返回巍峨古老的宫殿内，坐到属于愚者的位置上。他看见身旁有明净的光芒一圈圈荡开，
勾勒出了卡平那个手下的虚幻身影。而这片神秘空间受意识影响，出现了轻微震荡，有些许力量被撬动，正缓缓流淌。克莱恩拿起了黑皇帝牌，并让一个纸人闪现于掌中。他手腕一抖，那纸人飞了出去，吸附灰雾之上被撬动的点滴力量，化作一位头戴灰黑鸭舌帽、身穿厚棉外套的男子，与卡平那个手下一模一样，连气息和感觉都毫无区别。这纸人与目标虚影重叠在了一起，代替他承受住了灵体内神秘而未知的限制。与此同时，克莱恩手握黑皇帝牌，蔓延出灵性，触碰到了明净光芒勾勒成的卡平手下虚影。这属于密契元素的一种应用，弱小的人类与伟大的存在一点点契合，感受到相应的知识，获得奇妙的精神体验。与正常不同的是，在这里，克莱恩扮演的是伟大存在这个角色，而这种密切契合的状态中，交互是对应的，人类可以获得伟大存在的知识，伟大存在自然也能通过提问的方式读取出想要的场景。如果不是克莱恩没有掌握心灵领域的非凡能力，他还能借此种下暗示。卡平别墅内的厉害人物都有哪些？克莱恩通过交互的灵性开口问道。那个虚影没有一点抵抗力的将记忆中的画面传递了过来，让克莱恩就像在看全息电影。这个头戴鸭舌帽的男人又畏惧又恭敬地立在房间内，身前是位穿黑色燕尾服、戴白色发套的中年绅士。这绅士有一张瘦长严肃的脸庞，嘴巴自然抿着，给人一种异常冷漠的感觉。他顺着黄金表链掏出同色怀表，按开看了一眼，随即沉声开口道。看着我戴鸭舌帽的男人不敢违背的抬起脑袋，望向前方道：是赫拉斯先生。他话音未落，就看见了一双闪烁着奇异光芒的眼睛，听到了命令般的话语：守密，不能将在这栋别墅内看到听到的任何事情泄露给外面的人。戴鸭舌帽的男子莫名颤抖了一下，只觉自己必须按照对方的吩咐去做。他再次低下头颅道：是赫拉斯先生。戴鸭舌帽的男子扛着一个昏迷的少女，沿着楼梯来到地下区域的入口。在那里有一个隔出来的小房间，里面坐着位看不出具体年龄的络腮胡大汉。这络腮胡大汉有一双冰冷摄人的蓝色眼睛，手里拿着细绒布，正认真地擦拭着摆在桌上的灰白色复杂步枪。那步枪又粗又长，通过管道连接着一个硕大的铜色机械箱。这是高压蒸汽步枪，这是军事管制品。贝里斯先生。戴鸭舌帽的男子早有准备的低头问好。戴鸭舌帽的男子进入了布局整齐、如同监牢的地下建筑内，将那昏迷的少女关进了其中一个小房间里。他锁住房门，回到走廊上，提起了分配给自己的马灯。就在这时，他看见另外一端的走廊深处缓步行来一道身影，那身影的目光似乎能看透黑暗，没有携带任何照明装置。戴鸭舌帽的男子借助马灯的光芒，发现那是位30岁左右的女子。女子戴着中间翘起的棕色软帽，身穿单薄的白色衬衣和背带长裤，脚踏一双及至膝盖的牛皮色靴子。她的脸上有几道陈旧的伤疤，嘴角始终噙着残忍的笑意。戴鸭舌帽的男子又惊又怕的低头，嗫嚅着出声道：凯蒂女士。那女子没有理他，一步步靠近，一步步越过，就仿佛她只是一片空气。等到被称作凯蒂的女士远去，戴鸭舌帽的男子才撇了撇嘴道：婊子，上了床肯定比妓女还浪。他顶了顶胯部，提上马灯，离开了地下区域。戴鸭舌帽的男子在富丽堂皇、金光闪耀的大厅遇见了2位男士，其中一个身高1.65米的样子，身材有些发福，长相没什么特点，但目光却总是让人心惊胆战。另外一个1.70米出头，长得颇为老气，有着些许抬头纹，他鼻梁高挺，棕眸有神，看起来没什么威慑力。卡平先生。戴鸭舌帽的男子先向那个有些发福的中年男士问好，接着又对另一个人道：帕克先生。清晨微光洒入，戴鸭舌帽的男子在地下区域的入口处碰上了被称为赫拉斯先生的冷漠中年绅士。戴着白色发套的赫拉斯瞄了眼恭敬侍立在旁边的他，毫不在意的伸出右掌，对准地下区域入口，威严而低沉的开口道：禁闭。无声无息间，周围的感觉有了微妙的不同。一共4个非凡者，至少4个，最强的应该是那位赫拉斯先生，最少序列6，甚至可能序列5，也不知道是什么途径，和黑皇帝道路有些类似。
依靠秩序颁布律令。根据刚才的场景，可以初步判断，封禁只针对地下区域，没包含别墅整体。也是，白天人来人往，一旦封禁，出入就太麻烦了。不知道夜里是不是也这样？克莱恩分析着刚才获得的情报，再次发问道：别墅的整体格局是什么样子？他迅速收到了反馈，看见了金碧辉煌的大厅、典雅宽阔的餐厅、贯穿1楼的走廊，以及盥洗室、地下区域等场景。通过他们，克莱恩于脑海内拼凑出了卡平别墅的大致布局。感受到灵性的消耗，他问出了最后一个问题：卡平与哪些大人物有密切联系？呈现于他眼前的场景是刚才那个金碧辉煌的大厅，一个个半赤裸的少女或匍匐着给客人送上酒类饮料，或任由他们打骂把玩，或直接被拉到某个僻静的地方遭受摧残。他们的年纪都不大，表情痛苦而麻木，稍有迟缓或者不够热情。卡平的侍者或者女仆们就会用鞭子抽打他们。这些下人目睹着罪恶的场景，却没有一点同情，争先恐后的表现着自己，试图获得赞赏。克莱恩在那些宾客里看见了卡平，看见了冷漠的赫拉斯先生，看见了一位经常上报纸的下院议员瓦德拉，看见了被称为副总监的肥胖男子，那是贝克兰德警察厅一位副总监，这可是警察部门的高层了。那些下人竟然没有一个好的，也是，别墅内肯定是筛选过的，足以信赖的。克莱恩揉了揉额头，终止了那种密切契合的状态。那个戴鸭舌帽的男子只是一个小头目，能够知道或者参与的事情顶多这些。而直到这个时候，那神秘的未知的限制依然没被触动。克莱恩结束掉仪式，让对方的身影消失在了灰雾之上，自己也随即返回现实世界。那个气味空灵虚幻的房间内，他坐到床沿，看着昏迷在地上的鸭舌帽男子，根据刚才获得的情报，分析起表演的可行性，思考着一个又一个计划。最终，克莱恩有了确定的想法，无声自语道：或许不需要帮手也行，帮手反而会拖累我，让我不方便在危险的时候逃走。时间点得挑好，这非常重要。近50分钟后，戴黑灰鸭舌帽的男子出现在了东区，直奔兹曼格党控制的那些街道。刚看见几位肤色偏黑、瘦削精悍、满脸凶相的高原人，他立刻靠拢过去，假装没有看路，撞到了其中一个。该死！你们这帮垃圾！鸭舌帽男子大声咒骂，挥拳打向了对方。本就喜爱搏斗的那几位高原人毫不示弱的和他打成了一团。这个过程里，鸭舌帽男子拔出了自己的匕首，那几个高原人同样亮出了武器。噗嗤！战斗之中，一把匕首躲避不及的插入了鸭舌帽男子的脖子，正好命中动脉血管。鸭舌帽男子倒了下去，鲜红的血液在他的脑袋周围勃勃敞开，他很快失去了生命，而体内一道虚幻透明的身影随即消失不见。克莱恩回到了灰雾之上，以此为跳板，重新进入自己的身体，在乔伍德区的廉价旅馆内睁开了眼睛。他处理好剩余的痕迹，到前台退了房间，一路返回明斯克街。克莱恩再次进入灰雾之上，他要占卜一个简单但关键的信息。他提起钢笔，写下了一行单词。卡平今天晚餐的时间第164章。卡平的晚餐。放好暗红色的圆幅钢笔，克莱恩拿起写有占卜语句的纸张，向后靠住了椅背。他嘴唇翕动，小声念起了卡平今天晚餐的时间，一遍又一遍。这话语于寂静空旷的灰雾之上层层荡开。克莱恩的眼眸迅速转身，眼帘缓缓垂下。支离破碎的梦境里，他看见了那个宽敞典雅的餐厅，看见了镶嵌黄金的陶瓷餐具，看见了鱼子酱、烤子鸡、炖羔羊肉、煎牛眼肉、炸龙骨鱼、奶油浓汤等食物。这些食物按照一定的顺序、一定的需求，依次摆放到了几位用餐者身前。其中有略微发福的卡平，戴着白色头套的中年绅士赫拉斯，只穿单薄衬衣的凯蒂，面容老像没什么威慑力的帕克。而从餐桌的尾部斜着往外看去，能发现一扇装饰华丽的玻璃窗，窗外云气稀疏，红月于半空隐约可见。克莱恩睁开双眼，将梦境里那个月亮的位置标注了出来，然后根据占星术的常识，飞快计算出了对应的大致时间，7点30到45分的样子。考虑到几幅画面里，卡平等人已用餐过半，可以再往前调15分钟，这样一来，7点30分是较好的选择。克莱恩无声自语，
解读着梦境占卜给予的启示。7点30分用晚餐并不是太少见的事情，这甚至是鲁恩王国乃至北大陆的主流，因为许多中产阶级或基于环境问题，或考虑到房租的便宜，住到了郊外，每天得乘坐短途蒸汽列车往返市区上班，等他们回到家里，往往已经是晚上7点之后的事情。所以7点30分到8点是正常的晚餐时间。克莱恩在廷根市纳会也有过这样的经历，不过那是因为没有仆人，没有全职太太，兄妹3人回到家里，还得自己再忙碌一阵才能享用到热食，并非上班距离远，这就是平民和平民常常在7点30分到8点用晚餐的原因。而由于午餐和晚餐相隔太远，本属于上流社会的下午茶逐渐流行于了中产和平民。解读完毕，克莱恩回想刚才获得的启示，敏锐注意到了一个问题：卡平的妻子和孩子在哪里？他们并没有出现于餐厅。难道卡平是极端的风暴之主信徒，女人和小孩都得去起居室用餐？或者说有别的原因？或者卡平还没有结婚，也没有孩子，他都是中年人了。克莱恩尝试着占卜了一下，未能获得有效启示，只好就此作罢。7点30分，他重复了这个时间点一遍，旋即返回现实世界。傍晚时分，哪怕在家里也打着正式领结的卡平眯起眼睛，看着面前的手下，语速缓慢却让人不寒而栗的问道：法比安死了？是的，老大哪怕自身是卡平多年的同伙，那位手下也有些畏惧和惶恐。奥德斯叫先生，先生，过几年得叫爵士。卡平拉扯了下领结，状似悠闲的处理起粗大的雪茄。法比安什么时候死的？怎么死的？今天下午我让他去东区办一件事情，结果他和兹曼格党的人发生冲突，被刺中了脖子。奥德斯战战兢兢地描述到卡平烤灼雪茄，语气没什么起伏地说道：法比安真是一个蠢货，不过兹曼格党的人会不知道他是我手下的蠢货。先生，你知道的，经常会有高原人到东区加入兹曼格党，他们又野蛮又鲁莽，根本不会在意谁是谁。奥德斯赶紧解释了2句。卡平哼了一声，他们忘记了这不是高原，或者说忘记了我卡平。奥德斯，我要那片街区兹曼格党头目的尸体，你办得到吗？如果办不到，我会把你的妻子、孩子连同你一起沉到塔索克河里。先生，没有问题。奥德斯当即拔高了音量。旋即他又小声问道：我可以调集哪些人？卡平正要回答，房门突然被推开，戴着白色发套的中年绅士赫拉斯走了进来。他冷漠地看了奥德斯一眼，视线移向了卡平。我听说你有手下在东区和黑帮发生了冲突，而且死了。是的，赫拉斯先生。卡平拿着雪茄站了起来。赫拉斯盯着卡平的眼睛道：你想报复他们？卡平的额头突然沁出了一滴滴汗水。不，没有，赫拉斯先生，您误会了。赫拉斯微微点头道：你必须记住，我们在关键时期，如非必要，尽量不要惹事。他停顿了1秒，观察了下卡平的反应道：贝克兰德的人口贩子并非只有你一个，我们可以扶持你，也可以支持别人，你要记住这一点。当初挑中你，是因为你足够狠毒，足够无耻，却异常谨慎，并非你已经是最大的人口贩子。奥德斯在旁边听着2人对话，恨不得自己只是一团空气，那样就看不见卡平老大卑微的样子了。卡平表面没有丝毫愠怒，陪着笑道：赫拉斯先生，我主要担心的是法比安的死不简单，这也许会打乱你们的计划。不，他的死没有任何问题。赫拉斯用笃定的口吻说道：我没有得到任何反馈。这样啊？卡平故作释然道：那我就放心了。他看了眼奥德斯，示意对方出去，然后压低嗓音道：赫拉斯先生，这次的货物里面有你喜欢的类型。见赫拉斯表情松动，但又未做任何表示，卡平忙又补了一句：送到那边的已经凑齐了。赫拉斯遂缓缓颔首，让他晚上到我的房间来。是，赫拉斯先生。卡平满脸堆笑道。目送赫拉斯离去后，他的脸色一下变得阴沉，吸了口气，小声说道：希望你们这次能遵守承诺，我不想再参与类似的事情了。他清楚地记得那一年的丰收节，有人找上他，希望入手一批天真的少女。从那天开始，他的人生轨迹出现了极大的变化，甚至吃下了因法律禁止而转入地下的奴隶贸易1/5的份额。他迅速变成贝克兰德较为有名的富豪，结识了不少大人物，并将他们拉入了堕落的深渊。
到了这一步，他迫切的想要掩盖过去的罪恶，想让卡平再次获得洗礼，成为真正的上流社会人士。然而暂时无法如愿。看了眼手中的雪茄，卡平拿起了摆在桌上的相框，里面有他和一个漂亮女人、2个孩子的合影。拇指摩挲过相框表面，卡平眯起眼睛，低声自语道：“这次之后，你们应该就能回来了。”晚餐时分，卡平走出书房，脸上再次挂好了和煦的笑容。凯蒂女士，今晚有你喜欢的鱼子酱，以及特意为你准备的烤子鸡。他向那位穿着单薄衬衣的女士说道。凯蒂摸了摸脸上的陈旧伤痕，未发一言，只是轻轻点头。卡平知道他是沉默凶狠的性格，没有啰嗦，目送他坐到了属于他的那个位置。紧接着，带有白色发套的赫拉斯进入了餐厅，对每一位用餐者微微颔首。长相老气的帕克则喝了口餐前酒，笑着示意卡平快坐下。洁白的餐巾铺开，食物依次端上，卡平端起酒杯，轻笑一声道：“风暴在上，让我们为美好的未来干杯，为美好的未来干杯。”帕克响应道。赫拉斯没有说话，只捏住酒杯的高脚，虚提了一下。凯蒂则完全无视了几人。这个时候，悬于大厅的古典挂钟刚走到7点23分。贝克兰德桥区域一家廉价旅馆内，做了伪装的克莱恩掏出金壳怀表，看了眼具体的时间，然后拿出圣叶粉，用灵性之墙封锁住了房间。做完这一切，他迅速布置好祭台，举行起仪式。我以我的名义召唤不属于这个时代的愚者，灰雾之上的神秘主宰，执掌好运的黄黑之王。等到仪式完成，克莱恩当即逆走4步，进入灰雾之上，准备自己响应自己。那片高耸而肃穆的宫殿里，他看见了涟漪光纹凝聚出的召唤之门，那是对开的布满神秘符号的虚幻大门。克莱恩未急着被召唤，而是按照预定的计划，将太阳胸针等神奇物品纳入了自身灵体内。最后，他拿起黑皇帝牌，让灵体包裹住了他。豁然之间，克莱恩只觉自身灵体凝实的如有血肉，似乎已能拿起手枪，搬动桌椅。他周围随之弥漫起黑沉虚幻的雾气，而这雾气贴着表面，形成了一副充满威严感的盔甲。他脑袋之上多了一顶漆黑的皇冠，背后有了铜色的长披风。此时此刻，克莱恩就像一位即将踏上征程的皇帝。黑皇帝。他最后审视了一遍没带上的净化子弹和左轮手枪等物品，一个迈步进入了那扇虚幻大门裂开的缝隙里。从烛火中跃出后，他立刻在夜色的掩映下快速飞行往位于乔伍德区艾瑞斯街的卡平别墅。没过多久，他漂浮于了人工喷泉前，速度不快不慢的往别墅门口靠拢。来回巡逻的护卫们从他身边经过，却没有任何反应。而由于还未进入真正的夜间，此时并无非凡者戒备外面。另外，克莱恩并不害怕里面的强力非凡者会提前察觉，有所预感，因为黑皇帝牌反预言反占卜。第165章，表演开始。头戴漆黑皇冠，身负密室盔甲的克莱恩站至门口，调整了几秒，向前迈出了脚步。他宛若实质的身体就那样无声无息地穿过了大门，进入了卡平的别墅。当先呈现于他眼前的是摆放着诸多椅子和衣帽架的宽敞门厅，后方则是以金色为主基调的华丽大厅。那里没有天花板，能直接看见高达3层的穹顶，一个巨大的水晶吊灯垂了下来，每一片花瓣上都屹立着一根洁白的蜡烛。大厅往左，穿过一扇厚重的大门，就是典雅有致的餐厅，里面烤肉的香味最为浓郁，掩盖住了酒类饮料和其他食物的味道。克莱恩没急于潜入餐厅，先绕着外面转了半圈，时而伸手拉2下灰白色的煤气管道，似乎在实验本身灵体携带黑皇帝牌后的力量有多大，对现实物质的干扰有多强。占卜家和小丑时期，克莱恩的灵体状态除了能占卜，有直觉预感，只具备2种类法术能力，分别是直接攻击灵魂和通过触碰让目标出现冻僵的效果。等提升为魔术师后，他本身不依赖肉体的几种非凡能力，也可以在灵体状态下使用，比如纸人替身和空气子弹等。另外，他开始能附体别人，完成初步的操纵。而黑皇帝牌加持提升下，他灵体本身的力量变大，能够携带的物质变多，直接攻击灵魂的类法术能力随之进化成了怨灵尖啸，以人类听不见的声波伤害范围内所有生物的灵魂，也就是精神体。同样的，
触碰带来的冻僵效果也显著增强。确认完毕，他找到角落位置的墙壁，穿行过去，进入了餐厅。接着，他压制住所有意念，让目光不含任何情绪的扫过了长桌。戴白色发套的赫拉斯，穿单薄衬衣的凯蒂，面容老像喝着红酒的帕克，以及略微发福、正切割着牛眼肉的卡平相继映入了他的眼帘。视线一触即收，克莱恩没敢多瞧，以免被几位非凡者通过灵感发现。他借助是立在旁边的男女仆人的灵性光彩，也就是气场颜色遮掩，小心翼翼在餐厅内飘了一圈，弄清楚了具体的布局，比如这里的大小等同于他住所的客厅加餐厅加起居室。比如此处有一个壁炉，里面正燃烧着木炭，并通过管道将温暖传遍了整个房间。比如四周共有16盏典雅煤气灯，它们的光芒交织在一起，带来宛若白昼的感觉。比如壁炉侧方的墙壁上悬挂着一个个画框，里面有素描，有油画，皆是名家手笔。那个长着络腮胡的贝里斯没来，应该正轮换看守着地下区域的入口。一位非凡者愿意做这种苦差事，卡平涉及的绝对不是简单的贩卖人口。克莱恩想了几秒，靠在一幅日落油画的旁边，伸手探入体内，拧开了那个棕色半透明小瓶的盖子。这是生物毒素瓶，他之所以重视时间点，要挑晚餐前来，就是因为此时此刻，主要人物聚集的最多，最整整齐齐，最利于发挥生物毒素瓶的作用。而初冬季节紧闭的门窗会让生物毒素瓶见效更快，效果更好。另外，克莱恩来之前并未用生物毒素瓶泡水制作预防剂服食，他现在是灵体状态，根本不怕生物毒素。借助本身灵体的包容与遮掩，他静静站在那里，耐心欣赏起一盏盏连通灰白色煤气管道的典雅壁灯，而无色无味的毒素迅速往外弥漫。戴白色发套的赫拉斯切了块只有主刺的炸龙骨鱼，沾了点黑胡椒汁，将它塞入了口中，咀嚼吞下。他端起冒着珠串般气泡的淡金色香槟，心情不错的抿了一口。他已不自觉地畅想起晚上的娱乐节目，畅想起一个倔强的少女被自己征服的快乐，这让他食欲减弱，注意力无法集中。凯蒂没让仆人帮忙切割那只烤子鸡，正埋着脑袋，拿着刀叉，以精准解剖般的风格，迅速将食物分成了许多块，大小竟然都差不多。帕克边品尝红酒，边吃着炖羔羊肉，时不时与主座的卡平闲聊几句，算是这里最称职的宾客。晚餐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卡平将最后一块牛眼肉放入了口中，他微笑对3位非凡者道：赫拉斯先生、凯蒂女士、帕克先生，今晚的甜点来自于拉波瑞餐厅的主厨先生，共3种，分别是水果焦糖布丁、奶油酥饼和胡萝卜蛋糕。一贯冷漠的赫拉斯轻轻点头道：我们这个国家是如此低热爱甜点。他刚感慨完毕，就看见卡平抬手抓了下脸颊，接着又抓了一下，有点痒。卡平抱歉的笑了笑，话音未落，他忍不住又抓了一下，抓出了明显的血痕。那道血痕迅速肿了起来，表皮变得半透明，依稀能透过它看见里面淡黄色的液体。真的有点痒。卡平又笑了笑，他再次抓挠原本的那个位置，因为太过用力，肿胀到半透明的表皮一下裂开，带着腥味的脓液喷了出来。赫拉斯眼睛一眯，猛然站起，警惕地审视起四周，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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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这个时候，他听到了夸张的笑声，身体豁然紧绷。他看见一男一女2位仆人捧着腹部大笑了起来，笑得直不起腰，笑得流出了眼泪，笑得房间内一片安静，似乎是连锁反应。其余仆人有的晕了过去，有的不断呕吐，吐出了黄绿色的液体，吐得停不下来，他们无一幸免。砰！凯蒂掀翻了餐桌，让香精餐具和剩余的食物酒液洒满一地。他的手中已多了一把左轮，一根黑色的软鞭。帕克跟随站起，但精神却出现了少许恍惚。他看着一边惨叫呼救，一边停不住抓挠，竟硬生生撕下来几条血肉的卡平，莫名觉得对方现在丑陋恶心的样子有些眉清目秀。这时，赫拉斯发现自己有点喘不过气来，瞬间明白整个房间恐怕都充满了毒素。他低吼出声道，屏住呼吸：帕克，你把门打开。凯蒂，你跟着我寻找入侵者。此时此刻，赫拉斯分外庆幸晚餐是和卡平一起享用的，而周围还有不少侍者。这些普通人对毒素的抵抗能力远远不如非凡者，
他们提前出现迹象，让自己等人在中毒未深时就察觉到了不对。序列最低的帕克应该是我们之中症状最严重的。赫拉斯忽地闪过了这么一个念头，哐当！随着帕克打开房门，让餐厅不再那么封闭，赫拉斯也依靠灵视，发现了一道悄然游走的虚幻身影。那身影穿着厚实威严的黑色铠甲，头戴一顶漆黑的皇冠，并有同色面具覆盖，遮住了脸孔，就像来自灵界的王者。这正是克莱恩。赫拉斯抬起右手，指向那道常人看不见的黑色身影，口中念出了一个古赫密斯语单词：囚禁。豁然之间，黑色身影四周变得粘稠，仿佛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琥珀，或者围出了密封的透明墙壁。那道身影静止在了那里，难以动弹分毫，而凯蒂早已瞄准，扣动了扳机，配合相当默契。砰砰两声，绘满奇异花纹的弹晶子弹穿透粘稠的空气，命中了那黑色的人影。子弹钻了过去，打在了对面的墙上。那黑色人影无风自然，竟是一个剪裁粗陋的纸人。淡金色的火焰里，纸人迅速化成了灰烬。啪！一声奇异的脆响爆发，那16盏典雅煤气壁灯里的光芒与壁炉内静静燃烧的火焰豁然变亮，照得赫拉斯、凯蒂和帕克眼前短暂只剩下一片火红。随即，所有的火焰熄灭了，只有窗外与人等高的路灯和穿透层云的绯红月光静静照耀着餐厅，让这里显得暗淡异常。赫拉斯等人再次依靠灵视和灵感，寻找起那幽灵般的入侵者。与此同时，他发现毒素生效的速度并不快，在解决掉敌人前似乎不会真正发作。于是，他边注意地下区域入口处的动静，边再次手指房门，用古赫密斯语低沉发声道：禁闭。整个餐厅突然一凝，似乎多了一层连灵体也难以穿透的无形墙壁。赫拉斯要让那个入侵者跑不掉。找到你了。凯蒂一手握着左轮，一手提着鞭子，发现了漂浮至半空的黑色身影。他眼中刚有奇异的光芒闪过，还未来得及做出攻击，脑海就嗡了一声，就像被人用木棍重重敲击了下头部。他觉得自己遭遇了难以描述的奸笑，鼻端有几滴粘稠的血液缓缓往下掉落。赫拉斯只是略有眩晕，觉得呼吸不畅的症状严重了一点，最弱的帕克则眼冒金星，脚步变得虚浮。忽然，帕克的肩膀不知被谁拍了一下，阴冷的感觉汹涌袭来，他顿时僵硬在了原地，就像被冰霜完全覆盖住，被低温进入了骨头里。而他耳畔则响起了熟悉的低沉嗓音：囚禁。帕克瞬间被透明墙壁组成的监牢困在了门边，但克莱恩并未附身他，直接穿了过去，及时避开了赫拉斯的法术效果。赫拉斯眯了下眼睛，轻甩右手道：释放。